原来那个让我给鱼陪葬的老头是你师傅啊！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都是胡搅蛮缠、不辨善恶的人。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！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小人的真实面目！还骂不骂我师傅了？还要让凌霄派人尽皆知吗？还敢不尊师重道吗？是不是很想让我解开你的禁眼咒啊？你想得美！这就是你污蔑我、诋毁我的惩罚。过来，把头伸过来。这个簪子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你带着吧。放到那边去，小心点。睡眠咒，气运指尖，力贯全身，居天地之下，欢欢然也。私藏我东西，还敢让我闭嘴？哼，这下栽到我手上了吧？师兄，颜丹这是怎么了？啊，研了半天墨，乏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师妹，所来何事啊？今日是1年1度的中元节，按照门规，我们应该上山守夜镇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和宵夜了，这不来叫你们一起呢。颜大，你别害怕，这名义上是守夜，实际上就是我们门派1年1度的茶话会，大家都很盼着这一天呢，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憋死我了，终于能说话了，什么情况？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。笑什么？怎么了？唐周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颜
元旦姑娘，哎，你这是？我这过几日就要下山离开了，这段时日多亏大师兄对我照顾有加，小女子心里十分的感激。这不，找了2壶好酒，既是向你来道别，也是来道谢的。唐州虽被关了禁闭，但还有我在。你若愿意同我成亲的话，便可以留下来。是啊，但是义兄他对我有恩，如今呢，他受罚受伤，你说这婚事他要是不点头的话，我于心不安呢。今天就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，良辰美酒的，大师兄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意啊。也是，缘分天定。今夜只喝酒，别的明日再说。爽快，来。好酒，再来。丹叔，你赶紧先回去吧。不行，颜淡姐姐，我们一起走。丹叔，你要听话。颜淡姐姐现在还有点事情，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离开。这样，你先回夜兰山。若是半个月后我还没有归来，你让雨墨前来救我。我不能抛下你一人。我若不把你带回去，实在没法向山主大人交代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丹叔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我记得过段时日就是你的生辰了，我一定在生辰前赶回去。跟雨墨好好给你庆祝的。那我让百灵姐姐准备好你爱吃的，等你回去跟我们一起团聚。好，快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多谢。都别这么客气，快起来吧。其实我能救你们，多亏了一个人的帮忙。我欠了他一份人情，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你怎么还没走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也敢进来？我们妖是知恩图报的，你是因为我才受此刑罚，我怎么可能走呢？听着，降妖堂现在着火了，有几只小妖趁乱攻上了山。若是此时你能够从天而降，将功补过，掌门以后就不会为难你了。快，来不及了！你呀，荒唐！切记，绝不可使用法力。若你身份被发现的话，哪怕我被打死也保不下你。还有，你现在速去通知掌门，让我找个地方躲好。我去将功补过了。那日是我轻敌，一不小心被你抓住，现在你终于落我手里了。被吸走了那么多的妖力，刚好吃几个甜食来补一补。他们这是要假戏真做，血洗凌霄派。他们竟然利用我，蒙骗我，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解决。亲戚，亲戚，没事吧？小心！不是不让你出来的吗？
我不想因为你的师兄弟全死了。这时候别管我了，赶紧收妖吧。你为什么要帮这些天师？你明明就是……狗男人！前几日暴雨，意外破了降妖堂的法阵。狐妖暗中召集党羽营救，在逃脱之时，故意纵火报复。弟子率众人将所有的恶妖擒获，重新布下了法阵。日后绝不会发生类似之事。你受罚之时，仍不忘师门安危，无心甚伟。今夜降妖有功，功过相抵，之前的事，既往不咎了。谢掌门。掌门，掌门明鉴。掌门，其实之前义兄根本没有犯错，他是为了保护我。在归途当中，我因为十分好奇妖到底长什么样，便趁义兄不注意时，偷偷打开了那个玉葫芦。没有想到那小妖就趁机逃跑了，所以小妖并不是义兄放的，而是我不小心放的。义兄过后答应我隐瞒此事，他是个诚信之人，言出必践，方才又救了我一命，我实在不忍让他再蒙受冤屈了。昨夜光顾着打斗，都忘了我的簪子掉了，谢谢啊。奇怪，我怎么刚刚看这簪子上面的花瓣亮了一下？当年师傅将这簪子给我的时候，说它的材质十分罕见。或许因为你是妖身，沾染了你的灵力，色泽才有了变化。其实我之前说我讨厌你，那都是气话。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跟其他天师不一样，你并非道貌岸然，你是个好人。好人？我忙活了一晚上，就好人这么点感想？哎呀，你那伤怎么样了？我看看好点了吗？我没事，好得很，我自己来。好啦，你之前误会了妖，我也误会了你，但是折腾了一番，你现在也知道妖有好的，我亦知道妖也有坏的，咱俩扯平了嘛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光是一个好人，我们是好朋友了。给个机会，重新开始嘛。谁要和一个冒冒失失、谎话连篇的莲花精做朋友？那我就当你夸我聪明、勇敢、美丽、大方喽。有这么自恋的吗？昨夜你平息了祸乱，你不仅得到了掌门的谅解，还得到了全派弟子的拜服。最重要的是，因祸得福。我是不是也有什么奖励啊？比如说这个镯子。你行事鲁莽，还敢向我讨赏？我对掌门之位本来就没有兴趣，修行也不是为了这些虚名。你对掌门不感兴趣，难不成你想成亲生子？你不会是假戏真做，喜欢上我了吧？别说你是妖了，就算你是女神仙，我也不可能会喜欢你。哎，那太好喽！从此以后，咱俩一别两宽，相忘于江湖。告辞。你不是说放我走吗？既然现在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那么先前的说辞便不作数了。你这个小人，看我打不死！
还说不把别人当朋友，嘴硬。毒性虽退，但妖元受损，短期之内无法恢复人身。严旦所现法阵十分诡异，非凡人所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各走各的路。我要带严旦回去看病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来这里是为了师门任务，跟严旦有何关系？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带他回去？伤害严旦的人很可能是宫中异象的元凶。王都大量女子失踪，人人自危，所以他们都闭门不出。严旦怕是那个时候就被盯上了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么多。你的职责是捉妖，我的责任是守护严旦。至于凶手是谁，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相信野兰山的温泉定能助他恢复。哎呀，我就是为了躲你们相争才这么倒霉的。被打回了真身，如今还来，团结一下不好吗？于墨，我们下山本就是日行一善的呀。若是有恶妖给我们妖族丢脸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把你那万妖之王的气势拿出来，给他们凌霄派看看，一定把那个害群之马给我找出来。再说了，如果弄清楚前因后果的话，我也可以在我的红尘路上添上一笔，这样不仅能够娱人，还可以警示。那你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自己的妖缘我清楚，无大碍的。况且经历人生况味，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乃是我的大志。别再瞻前顾后的啦！我相信，凭借我们3个人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把真凶找出来。到时候我的毒自然就可以解啦。堂堂万妖之王，不会没有莲花精的觉悟高吧？我不与你计较，只是看在严旦的面子上。今日入宫除妖，别拖我后腿。恶妖已于宫中现身，请众天师速速前去助力。将军，没错，那些女子都是我杀的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大胆妖孽，竟敢使用妖术魅惑殿下，草菅人命！我这便将你彻底铲除，替天行道。爱妃，殿下小心，此妖妖力尚未散尽，切莫近身，以免他满心怨气伤及殿下。将臣，佩洛，我好想回到我们初见的时候。
你也这般柔肤体弱，独立于这南市，倒是与我同病相怜。不如我与你作陪吧。雨伞，雨伞，来把雨伞吧！来，公子，看看雨伞。这把不错。店家，我要这把伞。是你的吗？哦，谢谢姑娘。没想到，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但我无悔，那把伞仍在我的心里。只是日后，再无人于风雨中为你撑伞，你要保重。佩洛。你能再抱抱我吗？若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此生便无憾了。殿下，此妖物今日被殿下授意斩杀，岂会没有恨意？殿下切不可再被他的妖言所迷惑。所系种种，本王定会铭记于心，永志不忘。可有些错，既然犯下了，本王亦无可奈何。莫要怪本王。上穷碧落，下黄泉，徘徊泪将尽，沉落故事心。殿下，此妖妖元已碎，即将灰飞烟灭。届时幽怨之气过盛，只怕会侵染殿下的身体，还望殿下速离。殿下，这位天师说得对，消除怨念的事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江城姑娘，将臣，江城姑娘，明明有异言，为何会如此啊？原来雨墨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花精，便是将臣。对不起，一言。江城姑娘，
晨，江晨，我们约定好，如果我写出了戏本，无论你在哪儿都会过来演出的。我一直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如今戏本出的序章，可你却食言了，江晨。没想到，当年将臣爱上的那个病弱世子，已经变成了安都王。花间一族向来都是至情至性，绝不会萌生什么害人的心思。哦，方才呢，我已经暗中试探过他的妖元，发现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妖力了。如此看来的话，王宫里的种种异象，并非是他催发而生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些天师为何还惺惺作态，做出那么大的收妖阵仗给谁看？妖物害人一般都会暗中行事，为了避免发生异象，引火烧身。将臣的妖法我认得，他绝对不是害我之人。将臣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脱冤屈。唐天师，你此行到宫中的任务是来除妖的，现如今将臣已死，你跟他又非亲非友的，我劝你啊，赶快领了赏赐之后，就离开吧。昙花花期极短，本该很快凋零，而宫中的这些昙花却长期盛开。此花是以妖法催化来挡煞气的，所以真正的妖一日未除，我便一日不会离开。你可是个捉妖师啊，你居然会同情妖？妖也有善恶之分啊。若将臣并非真正作恶的话，就不能让他含冤而死。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打来打去的？于墨，于墨，这样就对了嘛。握手言和，联合破案，我们一定要还将臣一个清白。我可没说要放了他，待此事了结之后，再算总账。没问题。诸位天师捉妖有功，本王赐你们黄金1万两。即日起，张榜诏告，祸患已除，百姓安乐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在下有一个小师妹，曾在宫外与王妃在戏班一起共事。小师妹虽不知王妃生前是妖，但却知王妃心地纯良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在下断定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唐公子，你四处奔走定是劳累，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侧妃赐茶，不接只怕不敬。你表现得随和些，接下来才好套话。别闹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，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哦，对了，侧妃，你宫中的
修炼用物都是何人所用啊？殿下酷爱修行之术，在巡游中与我结识，便将我强行纳为了侧妃。此后，他便常让我做一些修炼用物、灵文符咒与他使用。方才公子所见的净身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，又用作何处，那我便不知了。这个裴洛，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，背后却强抢民女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狡言违行，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那他所用的净身符，可否与我一看？同为术士，自该相助。9位，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。如若9位身中，定是每日悬挂于9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，帝君，元旦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不知殿下身上一直所佩的饰物是为何物？哦，这个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，担心宫中妖邪未退，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，驱邪镇妖，用以御身。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，可是桃木性烈难调，若碰到相冲之物，必然适得其反。不如我帮殿下瞧瞧。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以佐以玳瑁、麒麟角、幻土融入其中，助其电照风行，物尽其用。这几味用料颇为讲究，若不是修炼之人，极难知晓。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？难道在私练功法？殿下，有一名天师今日进了侧妃宫里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天师先自饮吧。殿下请便。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，为何这支如此干净？除非它不是用来点灯的。此处灵力聚集，定是裴洛修炼之所。可惜镇妖符在此，唯有唐周能破，便宜这小子了。
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我靖阁仙才发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颜淡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。这边，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，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符设有磷粉，灯火一熄，磷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你果然在私练功法。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祸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
系血文，以血献祭，皆为邪术。残杀子民，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侯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你为了一己私念，屠戮生灵，陷害挚爱，居然还想把罪名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！你们身为天师，却携带妖物，道貌岸然，也敢质毁本王！哎，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可别说把他打回真身这件事与你无关啊！我与此花有何干系？多说无益。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我的长生丹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！唐昭，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。